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、各位小朋友，处女座登场，非洲汉堡包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个被做成汉堡的老板。自从在唐人街比武输给叶问后，大家都称我为狡猾的罗师傅。我也是个要脸面的人，于是就退出武林，带着老婆阿玲到非洲开了一家餐馆。阿玲非常讨厌新招来的厨师大黄，我只好安慰他，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工钱这么少又能够什么都做的人了，你忍忍吧。大黄这个人虽然看着非常讨厌，但是厨艺确实很不错，干活也很麻利。下班以后，我就带着大黄去采购猪肉，可没想到猪肉铺老板居然种族歧视，原本2000块一头的猪要卖5000块，大黄也看不下去，就和老板吵了起来。老板喊来几个伙计要赶我们出去，凭借我的功夫将他们几个打趴下，自然不在话下。可现在我是个生意人，没有猪肉就不能做生意，只好忍气吞声，花5000块买了一头猪。到了晚上，我和阿玲切磋功夫的时候，大黄居然在墙另一边偷听。这还不算完，他居然跑到冰箱里切了一块今天刚买来的猪肉。不一会，大黄又把那块猪肉重新放回了冰箱。次日一早，在做生意的时候，一桌客人发现上错了菜，伙计立刻到后厨告诉大黄，外面那个客人说他不要咕老肉，他是蒸肉饼。等一下，大黄直接拿出了昨晚他用过的那块猪肉。很快我就听说附近的非洲部落有便宜猪肉卖，于是便带着大黄来采购猪肉。想起昨天的猪肉铺老板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10年前我一拳打死一个，把他们全打死。还好啊，现在跟黑人买肉，不用再看他们的脸色了。这不是很好吗？黑人啊，黑漆麻乌的，给你脸色看你也看不出来啊。这倒也是。发了。很快我们就来到了那个黑人部落，我发现这里有许多死装古怪的人，他们好像在进行着某种古怪的仪式。找到村长以后，我就开始买猪肉，果然要比猪肉铺便宜很多，2头猪只要300块。大黄以为前面的黄布下面盖的是猪，可掀开一看，才发现是死状恐怖的尸体。村长告诉我们，猪在后面。拿到猪以后，我和大黄就要回饭店做生意，可在路上由于大黄打瞌睡，差点撞到大象，导致汽车抛锚。大黄还不承认错误，还跟我狡辩，我自然不能惯着他，将他臭骂一顿。骂走大黄以后，我就开始修理汽车。大黄在河边发现一个肤白貌美的美女晕倒，于是赶紧冲上去抢救，却没想到反被美女吐了一脸。眼看我把车修好，大黄又灰溜溜地跑了回来。回到饭店以后，大黄就开始精神萎靡，切菜的时候更是切破了手指。阿玲来喊大黄给客人上菜，可就在大黄走到客人身旁的时候，却晕了过去。我急忙安抚客人，然后让几个伙计把大黄抬到了后屋。我不想失去这个便宜又好用的员工，于是就请来了医生替他看病。医生建议我把大黄送进医院做检查，可是大黄是个黑户，偷渡过来的，根本见不得光。于是我就说出了那天在部落里见到的事情。我今天早上跟这个病人去过一个黑人部落，看到有些病人病得很严重，还有一些死得很恐怖啊，他会不会也染上了传染病？哪个部落？祖鲁。祖鲁是。目前我手边没有他们的资料，不过我可以想办法帮你们查一下。你们有没有跟土人有过身体上接触啊？没有，我们连拿钱给他们都不敢碰他们的手呢。那应该不会染上什么传染病。为求安心，我马上帮你查。谢谢。转眼间来到晚上，医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。奇怪的是，医生见到我后，居然用酒精擦过了我碰过的地方，然后给了我一个防护等级最高的口罩，随后就把我去过那个部落发生疫情的事情说了出来。祖鲁区已经成了伊波拉病毒的疫区了。伊波拉病毒那是什么啊？从来没听过。伊波拉病毒初期好像感冒发烧那样，但是病发之后呢，在72小时之内，它会慢慢的侵蚀人的内脏器官，慢慢的溃烂，七孔流血，很可怕的。哎，先把口罩带回去，我怕你的口水喷到我。那你是说我的伙计染上了伊波拉？既然你们去过那个疫区，而你的伙计有那个病症，最好把他送到医院隔离。那染上这种病不是稳死的？根据资料，1000万个人之中会有1个有抗体。这种人染上病毒之后，初期会发高烧，但是不会发病。退烧之后呢，就变成带源者，将病毒传染开来。没想到大黄就是医生口中的病原者，他清醒以后就开始教训想要活埋他的阿玲。此时我恰好从医生那里回来，一开门就听到了阿玲的求救声，我急忙冲上去想要救下阿玲。
可不讲武德的大黄直接用牙签扎伤了我的眼睛，然后又用门夹爆了我的脑袋。彻底癫狂的大黄自然不能放过阿玲，令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，他居然疯狂到将我们两个做成了叉烧包。到这里，我这个狡猾的罗师傅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，希望大黄也能得到相应的报应。我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。